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，比亚迪也撑不住了。就在上周，比亚迪悄悄宣布，全国多地工厂进入限产模式，部分生产线临时停工，库存车辆激增至历史最高的72万辆。而这距离他们喊出年销500万辆的口号还不到1年。7万元以下的秦 Plus， 7万元出头的宋 Plus， 10万元出头的海豹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车企比比亚迪更懂得以价换命。然而，这一场场史诗级降价之后，却并没有换来想象中的狂欢。销量在跌，利润在塌，信心在碎。就在不久前，比亚迪秦 Plus 宣布官降1万元，起售价降至 6.98 万元，正式把混动 A 级车的价格线打破到7万元以下。要知道，2年前的这个价位，你能买到的只是油耗8个的老捷达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刀砍下去，并没有带来销量井喷。9月，比亚迪全系销量 39.63 万辆，同比下滑 5.5%。对于年销近300万辆的巨头来说，这一数字足够让王传福皱眉。价格屠夫的刀似乎钝了。6.98 万元，这是比亚迪自己给自己挖的坑。第二代秦 Plus DM-i 换新上市时，官方用史上最低价当宣传口号，多个版本车型限时优惠1万元，起售价跌破7万元大关。与此同时，秦 Plus EV 的起步价依然是 8.98 万元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多出的3万元足够家里用车开3年油了。浙江温州的90后宝妈2年前买的插混秦，如今看着价格一降再降，苦笑道：“这车还没开坏，价就先掉完了。”这不是个例，而是行业的缩影。根据乘联会数据，今年7月，纯电车型销量同比增长 24.5%， 达到 60.7 万辆，而插混车型销量同比下滑 0.2%， 增程式车型更是大跌 11.4%。消费者的偏好在变，插混正在被时代抛弃，而偏偏比亚迪的销量支柱正是插混。2024年8月，比亚迪插混车型销量 22.24 万辆，纯电车型 14.85 万辆，插混仍占主力。到了9月，纯电才艰难反超，但市场早已感知到比亚迪的插混红利正在枯竭，于是比亚迪不得不靠一轮轮降价、清库存、换结构维持表面的增长。从3月的王朝网一口价活动，到5月的限时置换补贴，再到8月的全系官降，比亚迪几乎每2个月就要推出一次史上最大力度。但这种以价换量的模式终究是饮鸩止渴。3月降价后销量短暂反弹，4月纯电销量首次反超插混，到了9月增长动能枯竭，竞争对手反超。这不是市场疲软，而是降价已经成了常态，消费者反而学聪明了。他们知道再等等，说不定还会更便宜。当年吉利、长安、奇瑞在新能源领域被比亚迪甩出几条街，如今他们正悄悄爬起来。9月，吉利汽车销量 27.3 万辆，同比增长 35%， 奇瑞、长安同样维持高速增长。老对手们不但没有被价格战打垮，反而活得更滋润。最刺眼的是那台星越。8月，吉利星越以 4.6 万辆的月销量登顶全国销冠，比五菱宏光 Mini EV 还多卖8000辆。吉利的套路简单又致命，盯着比亚迪打，哪里有海鸥、海豚，哪里就有星越、银河。银河 L6 对标秦 Plus， 银河 E5 对标元 Plus， 价格更低，配置更高，续航更长。比亚迪每次降价，吉利就精准跟刀，把价格压得更低。卷王遇上卷王，最后拼的就是谁先流血过多。这时候，比亚迪的价格屠夫人设开始崩塌，卷到骨头里的策略反而在伤害自己。
2022年时，浙江的尹先生买了一台26万元的海豹 EV， 如今同款车只要19万元，整整跌了7万元。他笑不出来，我开的是车，但亏的是钱。比亚迪陷入了一个循环，降价，老车主失望，新车观望，品牌形象下坠，再降价，就连高端车型也逃不掉。曾经月销3万的汉，如今月销不足8000，同比暴跌49%。从国产特斯拉变成网约车专用，只用了2年。当一个品牌靠低价生存，就注定要在低价里死去。100年前的福特靠流水线降价，让汽车走进平民家庭，如今的中国车企却在用价格战让利润蒸发。特斯拉从70万元降到20多万元，比亚迪从20万打到7万以下，蔚来 ES8 直接降价13万元，华为智界 H5 更是以15.98万元的价格切入中高端市场。一场史无前例的价格雪崩，让整个行业血流成河。高盛预测，2025年动力电池成本将降至每千瓦时99美元，较2022年下降40%。按理说，这对新能源车是利好，可现实是，电池便宜了，利润没上升，反而下降，因为厂商把降本全让给了消费者。2023年，比亚迪毛利率17.1%，2024年上半年降至15.6%，今年2季度更是滑落到13.9%，而这还只是账面数字。在一个人人都靠打折卖车的市场里，没有赢家，连特斯拉也中招。2024年，马斯克在财报会上承认，价格战的确拖累了利润率，特斯拉的毛利率已跌至18%，创下近4年新低。当特斯拉都觉得痛，比亚迪又能好到哪去？这场战争是资本与成本的对决，是规模与信心的赌博。而真正的输家，或许不是企业，而是那些一次次被降价收割的消费者，他们买的不是车，是贬值的焦虑。比亚迪的危机不止在价格，价格战可以靠补贴、靠融资撑一阵，但技术焦虑是吃老本也拖不下去的真空地带。过去2年，智驾成了中国车圈最热的词。华为喊开了智驾就回不去，小鹏主打全程 BOA， 理想用城市领航撑场面。每一个新车型发布会，智能驾驶都是主角。而比亚迪呢？在别人宣传让车比人聪明的时候，他还在说安全第一。王传福在2023年投资者会上直言，自动驾驶被资本炒过头了。这句话听起来务实，但在今天却像是迟到的忏悔。因为市场不等人。2025年初，乘联会数据显示，全国主销新能源汽车中，搭载 L2 级别及以上智驾系统的比例首次超过70%。这意味着70%消费者在选车时会考虑自动驾驶功能。而比亚迪的智驾系统在这场潮水般的变革里明显掉队，被华为、理想、小鹏逼到角落的比亚迪终于出手了。2025年2月，比亚迪高调推出天神之眼智驾系统，喊出让7万元的车也有高阶智驾的口号。消息一出，朋友圈刷屏。但热闹3天后，冷水来了。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发微博暗讽，凑合能用和好用安全是两码事。一句话把比亚迪的智驾平权打回原形。事实也确实残酷，天神之眼的实测表现并不理想。多家媒体在试驾中发现，它在城区识别红绿灯、应对非标路口时仍存在延迟。比亚迪官方回应后续 OTA 持续优化，但用户更关心的是，我交的钱买的是未完成品吗？相比之下，华为智驾 ADS 4.0 已落地30多个城市，自动变道成功率高达 98%， 城区无图导航成功率超 95%。
理想的 AD Max 系统覆盖城市已达200座，小鹏 XNGP 在3季度开放里程突破5000万公里。比亚迪的智驾平权更像是亡羊补牢。更现实的问题是，智驾不是拼嘴上功夫，而是钱的游戏。要支撑智驾系统，需要高算力芯片、激光雷达、大规模训练数据。比亚迪虽然有产能优势，但研发投入并不算高。2024年，比亚迪研发费用为338亿元，只占营收的 4.2%。相比之下，华为在汽车相关领域投入超600亿元，小鹏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达 24%。当别人靠 AI 堆算力，比亚迪还在算账本。价格战的尽头是技术战，而技术战的尽头可能是死亡。这是所有中国车企绕不过去的宿命。过去3年，中国新能源车销量狂飙，从2021年的352万辆增长到2024年的949万辆。但在这背后，平均毛利率却从 16.8% 跌至 8.3%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报告称，全国近1/3的新能源车企出现连续2季度亏损。被资本追捧的造车新势力，有的连工资都发不出。恒大汽车破产，威马汽车清算，领跑裁员，小鹏收缩渠道，整个产业链哀鸿遍野。有人说，中国车市像极了房地产的最后几年，价格看起来热闹，资金却在流血。比亚迪虽然表面稳坐头部，但一旦利润空间塌陷，产品结构失衡，它可能是最先被反噬的那个。因为它承担了太多面子，民族工业的希望，出口的旗帜，就业的支柱。但消费者不讲情怀，当华为、小米、吉利推出更智能、更便宜的车，比亚迪的光环就会迅速褪色。如今在网约车平台上，汉、海豹成了最常见的车型之一。车主在群里调侃国产高端梦醒在滴滴单价上。2025年8月，汉系列销量7758辆，同比暴跌 49.38%， 而巅峰期曾达到3万辆。中产车主在论坛里抱怨，原本以为开汉是有面子的事，现在都怕被问价。这不是比亚迪一家的悲剧，而是整个中国车市的景象。从价格战到智驾战，中国汽车产业的内卷已经走到了极限。你降1万元，我降1.2万；你配激光雷达，我配2个；你说高阶智驾，我说城市 NOA。没有人敢停，因为停下就意味着掉队。结果是什么？利润蒸发，投资紧缩，供应链亏损。2025年第3季度，宁德时代利润同比下滑 17%， 赣锋锂业暴跌 41%， 亿纬锂能裁员 10%。上游矿产不赚钱，中游电池过剩，下游车企卷到吐血。这是一场所有人都在裸泳的集体幻觉。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囚徒困境，每个玩家都在做看似理性的选择，最后却共同走向毁灭。如今的中国车市就是现实版的囚徒困境。比亚迪或许还能撑，但再往下就是悬崖。因为资本不再追捧新能源股，补贴政策也在退坡，海外出口市场又被关税高墙挡住。2025年7月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30% 反补贴税，美国更是全面封杀比亚迪在北美市场的进入。在国内，库存堆积如山，在海外出口受限，价格屠夫终于被自己的刀割伤。有人说，比亚迪是中国制造的骄傲，但现在它更像中国制造的镜子。曾经无敌的成本控制，无往不利的价格策略，让同行恐惧的规模效应，如今在这场血腥的价格战中失去了魔力。当年比亚迪都开始失灵，中国车市还能靠谁？或许没人能回答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
中国的汽车产业从辉煌走向泡沫，只花了不到5年，而比亚迪从民族希望到价格囚徒不过3年。当价格失去意义，品牌失去尊严，所有的增长神话都会崩塌。王传福曾说，比亚迪的目标是让中国人开上最好的车，但今天的现实是，中国人确实都开上了比亚迪，却没有一个人感到安全。